稷下，你为学堂而来。晚辈也想是为了学堂而来，但很可惜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朝廷。若为朝廷，当如何？先生是西楚余孽，理当收押，交由大理寺治罪。这件事可以交给很多人办，地方督府、大理寺、太子直率的隐卫司，为何会交给你一个学堂之人？我猜，你的身份一定很特殊。你姓萧，他让你来，是为了让你累积功勋，累积抓走我这个西楚余孽的荣耀。先生果然是与师父齐名之人。你在皇子之中排行第几？第9。身为练剑之人，晚辈敬仰先生，但这和我要带先生走是2件事。你觉得你能够带走我？晚辈想试试。对了，我叫萧若风。好，萧若风。只是如此，学堂李先生所传的剑术，就只是如此。我师父有一剑，叫天下第2，他的剑我学不会，亦挥不出那天下第2，但我也有我自己的一剑，剑名天下第3。好一个天下第3，那便请先生试我一剑。这样的你，凭什么带走我？见过先生，方知何为云泥之别。是若风狂妄了。少年人理应狂妄，理应不惧。你是个好苗子，我不会杀你。我时日不多了，对你们北离造不成什么威胁。此生最大的愿望，便是将我的剑术传给我的小徒弟罢了。那北离便更不会放过你，毕竟您的徒弟姓百里。谁？无法无天，畅言小计。
世许久，未曾真正出现。我确曾身受重伤，但这几十年间，我已重续经脉。今日拔剑，愿求一战。如仙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虚张声势？如仙，乖乖跟我们走吧。黔东城小霸王在此，谁敢伤我师父？你受伤了？先生对我留了手，无妨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温家温壶酒来晚了。又是你们，阴魂不散。尊师，他便是拥有天生五脉之人。看来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少啊。东君，退下吧。你现在还打不过他们。如仙，且慢。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善茬，先生的身体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过我温壶酒。只怕此战之后，多谢你。不过或许这是最好的两全之法。路已走到这儿，就让我回忆起年轻时的力量吧。东君，你已学会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如今，师傅教你他的下半部分。看好了，他叫大道朝天。明月落雨衣，得成仙人场。仙人欲何去？遥指蓬莱乡。此乡因何有？玉石碎琳琅，千金琉璃盏，美人系腰蔓，所欲皆得偿。仙人得闻后，四顾空茫然。振剑还，
碧血尽残阳。原来，这才是传说中的绝世之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以为只要练了绝世剑法，就能纵横世间。后来才发现，当拥有绝世剑法，便需担起承天之责。遗憾的是，最后还是没能护住我的故国。东君，大道朝天，你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。等你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你就一定会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名扬天下。师父，5年之内，你们绝无恢复功力的可能。如仙，你为了你这一剑，值得吗？或许，我还有第2剑。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天地之广阔。每次渐渐手中心照不住坦荡，问出是一道光。师父。师父，您怎么了，师父？诸位，能不能给我和我的小徒弟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啊？先生，再会了。小白梨，替我向你娘辞别。明年春日，再过来找你饮酒，保重。师父，东君，陪师父喝上一杯。这些年来，多谢你的陪伴。
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不，师傅，我带您去，我们一起去。您亲自挂上去好不好？哭什么？师父早就是应该死的人了。当年是师兄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是强弩之末，全靠一杯药酒续命罢了。东君，人呢，只要背负的太多，就不那么自由了。说来也是矛盾，我既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，逍遥不羁，也希望你可以名扬天下，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活着，看着我名扬天下才可以。东君，是龙终究会腾飞，是英雄，光芒便藏不住。不管师父在与不在，都没有什么影响。不，师父，还记得你第一次闯进这院子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与你投缘，想都没想，便收你做了徒弟。可谁曾想，你竟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，只有那天是个偶然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便是缘分吧。师父，来天启第一件事儿，雕龙小柱，驾！谁啊？竟敢在背后偷袭本小爷！雕楼小筑的秋露白，你刚刚说想喝，现在还想喝吗？想。嘿嘿，我不让你喝。哎。你这人，天启城，你才走了一小半，还有一大半，今日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的路，等你能从这院子里面走出去之后再说。你谁呀你？哟，胆子很大，气势很足嘛，就是没有配得上的能力。
一马关进天启城，还早了些。这个青笋也超级好吃，一会儿再给你拿点。嗯。姐姐，你快点儿，我都快吃完了。嗯，这羔羊肉可好吃了，你多吃点，我让仙儿待会儿再去拿一盘。嗯。星儿，怎么了？我呢，要去一趟北离的天启城。你在天外天替我遮掩，瞒过无相使。什么呀，阿姐，你刚刚回来又要走，我就知道莫奇轩来准没好事儿，我以后看他一次打他一次。青儿，乖，我不听了，我今天是聋子，什么都听不见，我只吃东西。你就当帮姐姐一个忙好不好？青儿，等忙完了，我们北阙就能复国了，爹爹就能出关了。你不想爹爹吗？可是我更想你，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天外天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我这次把星儿留下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小姐，青儿，去吧，早些回来便是。阿姐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早些回来，不要让青儿等你那么长时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哟，醒了。哎，悠着点，这下可让你睡了一整个白天呢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记着我是被一个老头给打晕了？哼，老头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你这说话的语气跟我们师兄弟几个还真有点像，难怪老七看上你了。你在说些什么有的没的？这是在哪儿啊？打晕我的老头是谁啊？这里是稷下学堂，能打晕你的人自然是学堂的李先生。啊，不对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他也会是你的师父。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学堂李先生。啊，堂堂天下第一，怎么还偷袭？师傅他老人家就爱开玩笑。行了，今天也是你第一天到学堂，带你逛逛去，走。哎，去见那老头。不，老先生吗？哎，放轻松，叫老头我喜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老头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。别说是你了，如果这老头吧不想见我们，我们几个师兄弟去求他都没有用。但如果他想见我们，就是我们跑到南绝去，他也能轻松的找到我们。哎，算了，我说不明白，走，快点吧，别磨叽了。嘿，谁磨叽啊？等等我。哎，你看现在天色已晚，不如我们去用个膳，丢了小猪怎么样？我请客。不怎么样。雷师兄。哎，对了，你听好了啊，这几天不准踏出学堂半步，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。为什么？不用问那么多了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以你的身份，多少人盯着呢？再说了，你现在也不是学堂的弟子，你安分点吧。啊？我还不是学堂弟子，可你们不都告诉我我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吗？孩子，谁给你这样的勇气和自信呢？你不过是老七找的一个备选罢了啊！雷师兄，雷师兄，
哎，对了，就在昨日，天启城最大的赌坊千金台开了一个新的盘子，就赌这次学堂大考谁会是那个老头阿不对，谁会是学堂李先生的关门弟子。虽然吧，你的名字呢还没有被世人所熟知，大家都以小先生所选代替，但是赔率出来了，1比1，1比1。哎，不错，看来我在大家心里还挺受欢迎的嘛。哼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又不傻。这肯定是小先生的功劳啊。这是一点，还有一点。什么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过你。这千金台的涂大爷吧，虽然刚继承家业不久，年纪也不是特别大，但他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但凡他看过你一眼，这个赔率肯定得改。你什么意思？自己品。雷师兄，哎，走吧。这就是小先生和雷师兄带回来的那个，好年轻啊！当然年轻了，小先生才多大？小先生天纵奇才，谁能和小先生比啊？那他带回来的这传说中的关门弟子，可不得和他不相上下？哎，雷木山，万一我最终没被选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没大没小。若是师傅没有选上你的话，不用灰心。内院还有其他12位师范，他们也收徒的呀。万一他们哪天看上你了呢？应该不太可能啊。但是你也不用那么灰心。你想想啊，再不济咱们上外院去啊，外院大，好进。它呢，等于是天启城中那些贵胄公子哥们混个名声的好地方。像你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若是说你想去外院，别说什么时候了，明天你就成了外院的座上宾。但如果你也不想混名声，也不想混时间的话，你就等个机会，来年再考呗。但如果你来年再考的话，你就做不了李先生的关门弟子了。所以说我这么气势汹汹地杀到这里，很有可能再垂头丧气地滚回钱东城。没错。为什么我来之前没人告诉我？我们没说吗？不对，你这事儿不能怪我。你在来天启城的路上，你就已经展现出一副天启城是我要施展拳脚的地方，我已经准备好粉墨登场，而我跟萧若风只能起立鼓掌。谁呀？这都躲不过，上外院去吧。可以。哎呀，耳闻不如一见，一见大开眼界。果真如此？真是啊！据说有个外院弟子想测试一下他的功夫，拿个桃朝他的脑袋上扔过去了，他竟然没有丝毫发觉，被砸了个正着。所以说呀，就这么样一个人，怎么入得了小先生的眼呢？他在隐藏实力。不能，以小先生和卓墨公子的性格，他们不至于干这种事。除非呀，他真是个废物。那小先生为什么要个废物呢？谁知道呢？兴许过几年啊，他就不是废物了。好笑吗？
徒儿呢？听曲儿去了。他也是个废物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回头替我找个人，查一查小先生带回这个人的底。遵命。回来。去库房支1000两黄金。替我找个人，压个注。压谁呀？哼，就压小先生所选。是。在案。尊师，如您所料，小姐独自前往天齐。小姐行事优柔，似乎对复国之事也有所动摇，而且仅凭她一个人，怕是难将100里东军带回。你和齐宣一道悄悄暗中前往，必要之时，别好推波助澜一番。是。无法无天还没消息吗？无法无天2位尊师被如仙废了1半功力，断了经脉，先行遁走，自此便没了踪迹。我们的人后来去找，也没找到。也罢，此次我让仵作随2人同往，他已先行一步，必要之时，他会出手相助。我们离家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许多人都忘记了家乡的味道是什么。只有教主出关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我们才能再回去。雨季，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你竟然把小姐的行踪告诉吴相使。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。我去你的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！齐宣，别忘了我们要回家。尊师，让我们何为？隐匿暗处，推波助澜。何时动身？明日。我知道了。你走吧。公子，还有3日便是出世了，不知此次出世考题可有眉目啊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3日之后才是出世，急什么？我不着急，我着什么急啊？我就是觉得我们是不是……怎么，大家不敢来问我，所以去逼问你，对不对？这1天3、4趟的问，谁都吃不消啊。往年出世考题，那都是提前7日便会放出一些风声，难道这次你真的要等到最后1日再公布啊？最后1日公布，不才是正常的吗？怎么，学堂现在都这么厚脸皮了？提前泄露考题，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。哎呀，6月呀，这初试又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，初试完了还有一个中试。中试可是几10年不变的1队打1队，这才是真正考究实力的地方。初试嘛，不过就是让各家公子拿个好兆头回家去的。别这么较真，柳月。琢磨公子说的对，更何况以柳月公子的才学，就算是提前告诉大家考题，没有点真材实料，也是不行的。
就是。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还下不下？哎，不下了，反正我也下不赢你。我就说嘛，今天怎么突然之间跑来找我下棋，自取其辱？原来你也是来套题的。嗨，那我不是带来一个备考的兄弟吗？再说了，往年出试的题目，我10几天前我都能知道。谁让这次主考官是你啊？哎，挺好，特别好，所以我这不亲自登门拜访了吗？那我若非要最后一天公布呢？那行，看来以后每一年的主考官都会是你喽。你威胁我？对，我就威胁你，怎么着？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嘴巴特别碎，我就每天跑到师傅那儿去吹耳边风，我就告诉他，哎呀，柳月当主考官特别好，让他给你做主考官吧。他听烦了，他就会同意了，你就年复一年，一年又一年的做主考官，一年再一年。算我怕你了。嘿嘿。文武之外，啊？没错，就是文武之外。世间大考分为文武2类，但文武之外呢，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既不考文，也不考武。只要文武之外有能令我折服的东西，这初试我就让他通过。这还不如不说呢。可这文武之外到底要考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学堂要的不仅仅是文武双绝的人，还有有趣的。而这文武之外，考的就是人。哎呀，柳月呀，柳月，你这可是给我开了个后门啊！你可别给我扣帽子，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。和你带来的那位兄弟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懂。哎，对啊，你说那位小公子最近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话说，我也好几天没见着他了。舒服，有了念力就是不一样啊，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。哎，雷梦莎今日来学堂了吗？卓墨公子的动向我怎么会知道？没大没小啊！怎么了？今日突然有事找我啊？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哎呦，巧了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真的？你先说。来。初试的题目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是什么？4个字：文武之外。哎，哎哎哎哎！你怎么了？你这高兴傻了？这表情。不是，那你文不成武不就的，这文武之外真挺好的。文武之外，我练了这么多天武功，你告诉我文武之外？去你的文武之外！真是奇了怪了，文武之外，不考文也不考武，那这算什么考试啊？那你说这选拔的是什么呀？或者是谁长得美，谁就能进中试？
兄台此言有理。那柳月公子据称是容颜绝代，说不定就是谁长得美，就符合人家要求呢。那，旁边这位小哥容貌俊秀，若去参加考试，那必定能通过呀。确实气度不凡呀。谈，哎，客气。文武之外，倒是有趣。这位小姐，冬日要到了，本店新进了一批布料。老板，帮我做套衣服，很急，我3日内就要。好。行，柳月公子啊，特立独行啊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，把学堂大考放在我的赌坊里。所谓大考，其实和赌没什么区别。愿闻其详。很多人苦学10年，为的就是大考的这一刻。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发挥最好的一刻，亦或许是发挥失常、再无挽留之地的一刻。赌博呢，也是如此。不上到赌桌的那一刻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；而上了赌桌，这胜负才刚刚开始。精辟！除非出千。怎么？有人敢在你这千金台出千？当然不会。所以我们今日在此大考嘛。柳月公子啊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妙哉，妙人呐！连我这大金牙都为公子倾倒了。二爷呢？当初选择借地给我们的不是他吗？去听曲儿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愿意听曲儿。本来对这个学堂大考不感兴趣，答应你们啊，无非是柳月公子拿了一阙残谱与之交换。哎呀，能为学堂大考提供场地，我千金台每天损失个1.8千两的银子，不心疼。涂大爷的损失，学堂明日自会派人送来。这就是学堂的嫉妒啊！都快唱行亮，收单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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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！加油！哎呦！是会的，没问题的。小爷百里东军驾到。相信又喝多了？谁喝？你是那个剑林的高手，你叫叶鼎之。哦，对，叶鼎之。那天我是喝多了，不过我记得你剑术不错，人还挺有趣的。本来我还想跟你交个朋友呢，结果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我舅舅给带走了。现在想也不迟啊。成，你也是来参加学堂大考的？自然。参考学员即刻入场。走吧。
这莫非就是雷梦莎此前跟我说过的什么赔率？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我知道，这是千金台设的赌局，看看今天谁才是大考的魁首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名字后面这1000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数字越大越厉害？你想什么呢？数字越大，说明看好你的人越少，你的赔率也就越高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押你1两银子，你得了魁首，他就会赢1000两。但是呢，机会小啊，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。像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热门人选，押我的人可多了，所以我的赔率就不。竟然也是1000。连个外院学生丢了桃子都接不住的人，赔率不是1000，还能是多少啊？这千金台的赔率呀，是根据买家的数量决定的，还望柳月公子让小先生不要介意啊。小先生欺我功夫馆这等小事。开始吧。学堂大考，准备开始。所谓文武之外，便是请诸位在文和武之外展露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令人惊艳的特长。时间为6个时辰，在这6个时辰内，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以交卷了，告诉我们你要展露的是什么，我们呢便会派出相应的考官来进行考验。若通过了考验，即可进入中试。每位考生都配有1名助考士，诸位可以让自己的助考士去千金台外取展示才艺所需要的东西，可有异议？大家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还问我们有没有异议？若说有异议，还有用吗？这傻小子，没有用。开考吧。开场。倒有些5时3刻即刻行刑的意思。我要考的是赌。到赌场来比赌，这是班门弄斧吧？我刚才听他说他叫尹落霞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来了千金台，当然要赌。赌，学堂之内赌艺精湛的，莫非要把老七找来？不用劳烦小先生了，在我千金台还缺会赌的人吗？这百花楼的凤姑娘还有1刻钟就要奏曲了，我都没听着啊！给我抬回去！你们俩好大的狗胆，我说话都不听了吗？抬回去！谁叫你们把我抬回来的？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说吗？哎呦！哎呦！谁？下！哎呀，我说涂婉啊，这个凤姑娘那个曲儿就那么好听吗？你是一日一日的听啊，怎么就听不够啊？那怎么能听得够啊？涂总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俗人，你就永远都不明白。这涂大爷和涂二爷长得真是不一样啊！不要吗？迟早会一样。涂婉啊，你别跟我说话，烦你。有个姑娘，那个姑娘说要跟你较量一下赌术。我没兴趣，你抓紧找人把我送回去吧。一会儿冯姑娘都开始奏曲了。怎么，涂二爷是怕了？你看看，我怕了。来，
让我看看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我怕了。姑娘，想赌什么？嚯，这人是学变脸的吧？果然还是美人最可怕呀！升官图、叶子戏、马调、天九、螺旋城还是比大小，随便你选。哎呀，姑娘会的可真多呀！那咱们就比天九。大天九、小天九。此乃是天启城的千金台，天下第一城的天下第一大赌坊，自然就只有大天九。好，我做庄，两人决。我看啊，那边那两小子这么感兴趣，不如一起过来玩吧。我们若是赢了呢？呀呵，想从我手上赢牌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有些规则还是说清楚的好。您说是吧，柳月公子？赢了，这出事就算你过。可要是输了呢？那酒和肉也分你们一份。好买卖，来吧，二位请吧。出门、天门、末门，三位怎么挑？末门。天门。那就出门。怎么听起来不大吉利啊？姑娘，怎么年纪轻轻的想不开学赌啊？这赌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旦沾上，轻则穷困潦倒，重则家破人亡。这么多年，我只见过一种人靠赌博活得滋滋润润。哪种人啊？开赌坊的人。嘿，开赌坊的人心比狗黑，杀人不见血。大爷，他骂你。他骂他自己。那你今天就能见到第二种人。听姑娘这口气，好像赌王似的。怎么样，三位都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来吧。来，看看我的牌如何？怎么样？哇，3、6一只鹅，神仙救我。牌也太小了。怎么听起来更不吉利了？的确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，因为你配出了少有的最小的牌，不管庄家是什么牌，你都会输。你还是回去酿酒去吧。哎，你的肉好像糊了啊！哎，让我看看你的牌。牌不错。天王和天高九，还真配你的天门。你们这黑话我也听不懂啊，听起来倒是挺霸气的。怎么样，你能赢吗？你把我的牌掀了，庄家还没亮牌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赢？哎，不劳公子费心了，自己来。哈哈。双帝妈梅，好牌。哎，不算最好的牌，不过赢我是绰绰有余了。你呢？妈人，好牌，的确是好牌，不过不如庄家的双帝，也输了。姑娘这牌啊，确实不错，但是就是可惜，这只是我的小牌。至尊宝，至尊宝当然做到了。这什么运气？出至尊宝啊！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他？不敢想啊！赌徒们一辈子也难碰到一次的至尊之牌杀一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配出至尊宝。好牌！涂大爷怎么如此惊讶？那个姑娘，她出千了。涂大爷看到了？我若是看到了，
他这双手啊，无论如何都得留在千金台喽。既然没看到，为何认定这姑娘出千了？因为涂婉她出千了，她坐在下面，就没有人能抓到至尊宝。可涂大爷不是说，在千金台内，从来不会出现出千的情况吗？抓到的叫出千，抓不到的都叫实力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看你的肉烤没烤好？哦，你去看看你的酒酿没酿好。对，走。徒儿爷，怎么说？敢问姑娘，尊姓大名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做尹落霞。涂大，你耍我玩是吧？我也以为是骗子嘛，这不是把你叫过来验验成色吗？另外，你输的不冤。叶鼎之，他很出名吗？她呀，是昔日赌王之女。那年赌王在北离的第3大赌坊青州逍遥楼内输给了男爵来的连如烈，几十年的身家被一朝洗空了。第2日，他的女儿便坐上了赌桌，连胜3局，重新夺回了赌王之位。那年他才10岁，个子不够高，是坐在赌王的肩头上赌的。嘿嘿，原来是小赌王，在家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咱们改天再赌过啊。赌就不必了。我过出事了吗？能在千金台出千，也是本事。过。考生尹落霞过初试。敢在这么短时间内选择酿酒参加比赛，不是天才就是蠢材。希望你是前者，这样我们就能做同窗了。为什么他走之前还得损我一句？想点好的，他是在鼓励你。哦，信你个鬼！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让他睡一觉，我也睡一觉。哎，进去有多久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看看这么久还不出来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搞什么呢？不是里边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不出来？一个时辰到了。不，还没有。可我看这香已经烧了过半了呀。这不怪你，这周围的时间、空间流转，都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混乱了。我刚才明明倒了一杯啊，怎么空了？是奇门遁甲。奇门遁甲？没错，学会奇门遁甲，来人不用问。此方天地一切逻辑，都由布阵者决定。我的菜怎么糊了？我的花呢？这怎么了？这阵呢，我就不破了。有此等功力，可过。
诸葛云在公子面前献丑了，谦虚了。他姓诸葛，姓诸葛，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很多。就像你姓百里，就代表了一些东西。考生赵玉甲，就变个戏法吧。又来个变戏法的，赵玉甲，我还赵玉珍呢。公子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定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，1连6个时辰，哎呀，谁受得了啊？时间掐的倒是挺准啊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熟能生巧，多被师傅打几回你就知道了。我看你的羊腿也快好了。可不，就等你的酒好了，便是美酒配佳肴。还剩最后半个时辰。到时候了。好香啊！考生李信，交卷。看来你晚了一步啊！这个人的酒要是比你那好喝，就没戏了。没有人的酒可以比我的酒好喝。你很自信？那是必须的，因为我和那人约定好了，他做那剑中天，我当这酒中仙。未来酒仙的酒，怎么可能输在这种地方？你也还记得？我，百里东军，铜球考。叶兄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夜风习习，明月皎皎。一个人喝酒，或许更美。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，现在多了我一个。叶兄弟认识那小公子？我注意到，你听到那小公子名字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瞬惊色。那种惊，不似久闻大名的惊叹，也不像初见英才的惊艳，倒像是久别之后意外重逢的惊愕。王兄不仅剑术高深，观察人也很有一套。只是，我也听说，
望城山有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年仅10岁便展露出惊世的才华。想必王兄这次来取剑，便是为了这位小师弟吧？只是小师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啊，今日有幸，有此好酒，有此明月，快哉，快哉！叶兄弟，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。不聊了，走了。这就走了。有要事，怕晚了就赶不及了。小白梨，醒醒！喂，醒醒！舅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千东城地界啊。喏，接你的人都来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西楚剑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温先生。哎呀，嗨。陈副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爷爷让你来接我的吗？把百里东军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好你个陈生，几个月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！看我如何禀告我爷爷，你这么对我。押回侯府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温先生。哎。多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不知温先生接下来是入城休息几日，还是直接回温家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我那个妹妹吧，顺便看看小百里下场如何。爷爷呀，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，爷爷呀，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你的好孙子被人欺负了呀！上进一世勇猛，老来孙子却遭人这般作践啊！哎，你知道我爷去哪儿了吗？怎么装哑巴呀？哎，我问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爹让你们干的？说话呀！哎，让。爷爷，爷爷呀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。可别，担不起。是子爷。怎么是你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。你说怎么是我？臭小子，还躲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嘴硬？再嘴硬！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那你这么做，你爹知道吗？别拿我爹压我！那你别拿我爹压我！反了你！我跟……我告诉你，你爷爷月前去天启参加大朝会了，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。这镇西侯府我当家。我爷爷不在镇西侯府，是我当家，轮得到你？脑子坏了？你脑子坏了！你个臭小子！你给我站住！还跑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你给我站住！有了
了小公子在，这侯府才算是有了生气呀。都是你们这群心大的给惯的。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越发像个富贵人家的太太，哪有一点以前的江湖做派？那兄长这话说的，我如今不就是富贵人家的太太吗？你不是因为看不惯我这贵太太的架势，连在府中小住都懒得，怎么今天转了性子，愿意来看看了？都下去吧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剑，真是一柄好剑。我从小到大看过的名剑不少，却没有一柄能够比得上它。哥哥，这是10大名剑中的哪一柄？都不是，这是名剑山庄的少主魏长风新铸造出来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这是名剑山庄的仙宫品，多少年没见过这等品阶的剑了。所以，今年剑灵开启，你去夺剑了？你要是靠毒夺了这把剑，怕不是要成为天下剑客的仇人啊！嘿，恐怕这天下剑客的仇人要另有他人喽。我是去了剑灵，但是剑不是我夺的，是你儿子亲手夺的。哥哥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儿子才会几招剑法呀，就能去剑林夺剑。我就说你们别总惯着他，这就是你给他抢的吧？怕老爷子不让，推说是他夺的。是真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儿子用的是什么剑法呀？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你再说一遍。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这更像吹的了。名剑山庄，无双城，天下的剑客都看到了，或许还不只是天下的剑客。陛下。哦，卓青啊，陛下，何事？这是影宗今日递上来的消息。当年百里洛尘奉旨出征，破了西楚最后一座城池，西楚剑如双仙战死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西楚剑客再次问世，难道说剑如双仙，他们没死？百里洛尘呢？
大朝会结束之后，已离开天启，回黔东城去了。用剑的是谁？百里东军。百里洛尘他的独孙。正是。当年，镇西侯奉旨率军讨伐西楚，乃是先帝刻意安排。镇西侯和西楚剑如双仙曾是知交好友，先帝想以此来试探他的忠心。随军的副将是先帝的亲信，身怀密旨。当时，若镇西侯有半点犹豫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。然而，那场战役的最后结果，世人皆知：西楚国破，双仙阵亡。当年孤亲眼见过剑仙的尸首。奴才斗胆。如果那场战役活着的是那如仙，便是当年百里洛尘辜负圣恩。西楚剑仙虽然剑法绝世，但不过一介武夫。可那如仙身具耀人之术，能让寻常兵士以一敌百，甚至能让濒死之人重新起来作战。正是这等鬼术，才使西楚这样一个边陲小国与我北离相抗。如果如仙还活着，可是比那剑仙更可怕的存在。当年一战，西楚如仙即便没死，也定然身受重伤，不然不会藏身黔东城多年不出。奴才这就派人去黔东城，把那西楚余孽带回来。选若风进谏，这件事就让若风去办办。是，陛下。我当时一到柴桑城，我闻到浓重的血腥味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顾老三落难，我姓雷，我是雷家宝的子孙，我得救他吧。我当时就近身，我再给他一拳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呢，像我这么英俊潇洒的人看不得弱者，所以顺手把他们给救了。所以，你们此次能够解柴桑危局，靠的全是百里小公子仗义相助。若不是因为我不惜身份的暴露前去保护他，那小子早被燕别天给杀了。不过说到底吧，他的性子特别符合我的胃口，所以在我心里，我已经收他做我的小弟了。老七，你这表情，打什么主意呢？学堂大考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是说，或许师傅的关门弟子，我们的小师弟？可是他再怎么说也是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这镇西侯爷能让他入天启吗？不可能。再说了，他那功夫啊，差得离谱，他也只有轻功还凑合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小姐，他们供奉的是咱们北阙的勾陈大帝，他们是我们北阙的子民。方才看到牌位上的生卒，娘子的夫君和公公，可是死于15年前。夫君和公公，因15年前北阙和北离一战，死在了沙场上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若一日北阙光复呢？北阙光复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的丈夫，我的儿子都没有办法再回来了。而战争一旦
又开始，又会有多少人失去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呢？复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再往北20里，便是故都了吧？每年元宵，花灯满城。我原以为那是人间最和美的景象，可是好像，不论它还是不是一个国家的都城，不论执掌它的还是不是那个人，若是10年安稳，到了元宵，依旧还会花灯满城。人生短短一回，北阙移民需要的，或许并不是北阙，而是像今夜一样没有纷争的安稳吧。西楚建树，大道朝天，世人皆仰，退而让之，循其轨道，为我所用。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啊，父亲，我也想见见真正的大道啊。父亲传来的消息。父亲说，大道之下还有鬼道，大道留给世人，鬼道留给温家。鬼道是指什么？我也只是听说，却从未亲眼见过。据说是西楚的要人之术，若真有此术，鬼神居之。可是若拿不到呢？我也很好奇呀。若真拿不到，妹妹是帮百里家，还是温家呀？哎呦，那我到时候就问我儿子，他让我帮谁，我就帮谁。放心吧，父亲也说了，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说的是退，而不是住，说明他也意识到了这次事情不一样了。父亲是父亲啊，我是我，百里家我不管，我妹妹不能有毫发损伤，我外甥更不行。除非我温户就先死。也不知道司空长风怎么样了。
谢前辈。先别忙着谢我啊，我又没说要救你。我问你，是不是这温壶酒让你来的？他是不是说，我一看到你这一身毒，就会拼尽全力的救你，证明我自己比他强？等着毒一解，你身上的旧伤复发，我以为是他留的后手，还会竭尽全力的再救你一次。完了呀！温前辈只说这样药王会救我，没说被识破后要怎么办？你这一身五毒，天下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除了他，谁还能这么无聊？哎，你乱动什么？前辈既然不愿救我，那我自然不会久留。我又没说不救你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按理说，你这病早该死了，是什么让你活下来的？难道有名医相救？我哪请得起什么名医？不过是看了一本医书，循着法子采了些草药，胡乱之罢了。果然，还真有学医的天赋。那正好，我谷中正缺个制药的小童子，为我端茶倒水。等我100年之后，继承我的衣钵，做个小药王。你呢，做童子倒老了点儿，不过这里没什么人，勉强用用吧。告辞。哎，行，就半年，我救你一命，陪我半年不成吗？只需半年，就半年，就怕半年以后你舍不得走。好。怎么了？啊，小先生，是卓墨公子。嘿，吃神农吗，宝宝？我就知道，以你的性子，一定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。然后方才呢，我又掐指一算，你必定会途经这里。怎么样？我这时间地点算得不错吧？夸夸我。父亲，天启城来的人有消息了。学堂小先生，哎，我说我亲爹呀，太阳还没出来呢，你干嘛呀？你舅舅说你要学剑法，赶紧滚起来练剑。臭小子，还换了个地方睡，不像个样子。拿好你自己的剑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你要教我剑，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？我不要你教我。怎么，还看不上你老子了？你看看，这剑如何？仙宫品的剑，自然绝顶。自然就是了。我就有仙宫品的宝剑，
那自然要全天下最厉害的人来教我。我听说如今世上最厉害的人乃天启城稷下学堂的李先生，我去不了天启城，找个差不多的人来教我吧。臭小子！我说过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还我！还给你了，你倒是用啊！哼，我用。你这也叫做用剑？哼，再来！来什么来？你先学会怎么拔剑吧。哼，这不就是拔剑吗？这才叫做拔剑。这便是我所习的瞬杀剑法之起势。师傅教我的剑术，我只不过才练得皮毛，但是我却记得他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刃出必有因，归鞘必有果。剑气如惊雷，雷息杳无音。你要记得，你出剑是为何而出剑。从今日起，你的衣食住行皆在这后院解决。等你的拔剑术练到能将这个稻草人斩为两截的时候，你才可以从这里走出去。不就拔个剑吗？还挺帅。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睡得可香？别来无恙啊，小东君。雷大哥，你怎么也在啊？哎，等等，我刚刚睡着前是不是遇到了一个人？他跟我说他姓萧，难道是我做梦了？他是九皇子萧若风，也是学堂小先生。此人是来找师傅的。哎，你很聪明，但此人也是来找你的。我要去找我师傅。哎，你终于肯承认你有这么个师傅了。我必须要去救我的师傅，哪怕是拼上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去。舅舅，我给你10坛梅书香，你放我走。20坛松林雪，30坛净水月，外加这柄不染尘，一起给你。剑我就不要了，哎，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酒，1坛都不能少。走。卓墨公子，你是要拦我们吗？我记得他好像是逍遥天境，我打不过他。
与君同行吧。嘿。 剑士。你们两个填护。 这是凤凰树，是西楚的国树。可凤凰非梧桐不起，纵然是什么人世如仙，没有了西楚的土地，便留不住这凤凰。 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东君，人生注定会充满了离别。你这一生。 还会经历许多这样的离别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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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 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父亲，师父，师父！东君他，放心吧，今日以后他就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 恣意飞扬的八公子不是真正的江湖，剑林的剑客风流，也不是真正的江湖。师父，师父，只有今日他所看到的这一切，才是真正的江湖。
去疗伤吧，我们在家等他回来。从此以后，这世上便再没有这样一位可以风华动天下的儒仙了。无论敌友，这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其实，他本可以不死的。是啊，他本可以不死。他已是油尽灯枯之躯，可若他不出那一剑，便可以再多活数年。可他不愿重燃战火。亦不愿背叛故国，甚至不想连累镇西侯府，所以他故意赴死，为的是破局。我们可以想得更简单、更浪漫一点。啊？或许这就是一个老先生对他徒弟的教导与爱。你虽然经常说一些废话，可是刚刚那句说得很好。哎，你是不是又讽刺我？没有。行了，老七。话说你奉命调查此事，但如今儒仙已逝，以你之能。应该已经想好了如何去禀报，既能抚平你父皇的担忧，又能保住这黔东城的安宁。那我们现在，朝廷的事了了，现在只剩下学堂之事。不知道侯爷可考虑清楚了？一定要东军吗？是啊。我可只有这一个孙子。侯爷，我知道您的顾虑，但是我对您说过，我此次来见您，仅仅是以学堂小先生的身份，这与我前些日子去寻古城先生是两回事。我想要百里东军，也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家师一直苦等的最后一位弟子。我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孙子。我的愿望就是让他远离纷争，一辈子在黔东城无忧无虑地做富家子弟。为什么你们非要把他推进深渊呢？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吧？大胆！你说什么？不是不让你说话吗？我是说，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。每一个人都会长大，人只要一长大，他就不可能无忧无虑的。他不久前才亲眼见到自己师父的死，你觉得他有可能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吗？不可能。况且他现在是西楚剑阁唯一的传人，全天下的剑客都把他当作目标。你镇西侯府能护得了他一辈子吗？若论剑术，就算学堂高手来了，我也不惧。内子承袭温家毒术，放眼江湖，又有几个敌手？他要练武，在我们这里便是，即使学到8分，谁能害他？学堂李先生如何？那你就让李先生来跟我说。他这个人不讲道理啊！我若讲道理，还能生出这样的儿子来？世子，其实我觉得，
师兄所言，颇有几分道理。哼，在钱东城学剑，他永远是那个万人之上的小公子，纵使学有所成，不过是一柄漂亮的剑罢了。未经生死，徒手可折。况且，百里东军似乎被一伙不明人士给盯上了。昨日我们便是在古城前辈处遭到了那伙人的袭击。那伙人来路不明，但是武艺高强。他们不但想带走古城前辈，还想带走东军。如此前有狼后有虎的危局，你们能护得他一次，还能护得他几时呢？昨日我也听程峰说过了，这帮人套路确实诡谲，颇为难缠。世子，当年世子学剑也是离家千里求学，难道偌大个镇西侯府中再无高手可教了？天启城的确是个吃人的地方，但是天启城也是少年们展翅腾飞最佳之地。我相信百里东军。这完全没什么作用啊！不是，你真用不出半点内力啊！你怎么到现在还以为我是装的呢？我都说了，我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不可能啊！你没有那内力，你怎么用得出西楚剑歌的呀？我知道了。定是你的师傅用了什么法子，把你的内力全部给封住了。这样吧，我呢先教你一套吐纳的内心功法，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内力引出来。不用谢我，看来我得收拾收拾回钱东城了。如仙的徒弟，竟是这么容易放弃之人吗？你谁呀你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干嘛告诉你？这些剑招果然精妙，知道剑妙便好。不过空有剑招，没有内力，不堪一击。都说了没有内力，拳头又能有多大能耐？不打了，你也别考验我了，我武功真就这样，没什么层次。考验？你以为我是谁啊？你难道不是学堂里那些外院弟子之一？雷凤山说的没错呀，天启城藏龙卧虎，我这一趟算是白来了，回去又要被世子爷给嘲笑死。
此前听闻了不少你的事情，还颇有些神往。这才过了几天啊，竟变得如此垂头丧气。你若是敢羞辱我，你小心我。我可叫人了我。你身怀绝世剑招，却因为被一些凡夫俗子打击了一下，就失去信心了。你不是学堂之人。你知道你师父为何以药酒培养你，硬生生给你修了满身内力，你却一丁点都用不出来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知道的还远不止这些，我还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。你师父之所以如此为之，是害怕此事还没有到时机就被人发现，所以给你下了一道禁制，封住了你的内力，除非当你也难以自控的时候，比如醉酒。你是我师父的朋友，可你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啊。年轻不代表弱，学堂李先生西楚剑如二仙成名的时候也不过是年轻人。我和如仙不算朋友，但是有过一段机缘，我欠他一个人情，所以现在是时候该还他这个人情了。你能帮我解开禁制？贸然解开禁制，被封多年的内力会瞬间涌遍全身，你不死也是个残废。再说了，我才不会用这么粗暴的办法。我的办法是唯一，也是最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让你的内力一点一点的、慢慢的融入你的身体。怎么做？学习内功。呸！说到底，你还不是跟雷梦莎一个套路？去，就剩几天的时间了。若是内力几天就能练成的话，那岂不天下全是绝世高手了？真当我是傻子呀？可你和他们不一样，我说的内功和雷梦莎的也不一样。今晚我再来。今晚我没空。弱者没有说不的资格。你。云阳，王师叔，你回来了！吃完这个，还剩一个。再吃一个，就只能等来年了。唉。玉珍，师兄，小师叔，玉珍，桃子还没吃完呀？对呀，但只剩最后2个了。师兄，你说为什么只有夏天和秋天才长桃子？怎么不1年4季都有桃子吃呢？冬日万物沉眠，才有春日百花盛开，夏秋得成正果呀。世间万物本就有法可依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可我日日都想吃桃子，万物有法，那我就变其法，让它另有所依。师兄，山下好玩吗？还成吗？有美酒，有佳人，让我耽误些日子。我也想下山去玩。看，师兄给你带了什么礼物？剑。这不是普通的剑，这可是当年昆仑剑仙所留下的玄阳剑剑胚所铸，人间至暖之剑。你把这柄剑埋在地下，能让整个院子四季如春。你呀，再把离火诀练得好一些，到时候冬日里想吃桃子也不是什么难事了。这柄剑如今叫什么？火神。真难听。
这样子也可以啊？对呀，这样才可以嘛。一行，你回来了。山主，你们先聊着，那我就走了。拿去玩吧。师傅，小师弟他又提了下山的事。小玉珍出生的时候，我给他批过命，无论是山门秘法和剑术，他都将是望城山100年之最。不过有得也有失，他此生终将待在望城山。倘若下山，天难将至。他不认命，他总认为人命可以扭转天命。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不见天地，又怎能见自己？要是有，你让我这个师傅来想，你不要多管。行吧，您老人家就爱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一路上也没洗个澡，身上痒死了。回来。你是不是路上遇见一个人，叫百里东君？哦，您不说我还忘了，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大开眼界呀。他去了天启城。去就去呗，年轻人长长见识，不也挺好？巧了，你也要去。为什么？我才刚回来，屁股还没坐热呢。这不，马上学堂大考，你一定要去。师傅这是要我改拜师门，拜入学堂？我一心只想留在望城山，学堂什么的。今年李先生还收徒弟吗？就你也想入学堂？学堂大考只是让我们宗门派一个人过去。什么？为什么又是我？我也想认认真真学习功法，装一装那世外高手，认识认识山下漂亮的妖妹。因为只有你认识百里东君，让你去天启，只是让你留意这个人。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将来定会掀起惊涛骇浪。但这关我什么事嘛？日后你问鼎武林，他一定是你的对手。问鼎武林，师傅，你还真的是看得起我呀。